5年前，我姐姐在金圈小公主的生日宴会上离奇坠亡，死时衣衫不整。我是真心想跟他做朋友的，没想到他是这种人。婷柔对他一向很好，送了他那么多东西，他竟然勾引婷柔的男朋友。将是公布独女联姻对象。据悉，两人在大学时期自由恋爱，长跑10年，金童玉女强强联合，二人将在6月。我要吃夜宵，你听不懂吗？花钱雇你来，是让你来教育我的。小姐，您前日说无论怎么样都不能给您拿。这样啊。那你被开除了。小姐，求求你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你们这种人果然像那树下的蝼蚁，随便撒点饼干屑就抢不可开交。昨天杨姐给小姐做了宵夜，小姐吃完大发雷霆，怪杨姐被阻止她。看这样子，杨姐今天怕是要被开除了。还好我这几天没排到夜班，你一定要小心些，伺候这位大小姐随时会完蛋。小姐，这是我精心为您调制的沙拉，吃了也不发胖。小姐垫一垫，肚子也能好受些。吴曼，要不怎么你能当上管家？办事就是比那些不长眼的让人舒心。还杵在这干什么？滚！这一份沙拉热量并不低。生菜热量确实低，但吴管家用的调味品里含有大量的蛋黄酱和奶油奶酪，高糖、高盐、高脂。江小姐吃了不但发胖，民法起脸一定会严重水肿。你是什么人？吴管家贵人多忘事，我今天下午接到通知，来面试江小姐私人营养师。我叫苏青瑜。小姐，沙拉一直是国际公认的减肥圣品，怎么到了这位苏女士嘴里，倒成了毒药了？我看她根本就是耸人听闻，大家都认同的，不一定是正确的。就像大众也认为减肥时不能吃肉和甜食，但事实却并非如此。鸡腿去皮，纯空气炸锅烹饪，外酥里嫩，能为江小姐提供增肌所需的优质蛋白。至于这款蛋糕，是我独家研发的生酮去糖版，热量只有普通蛋糕的1/3。江小姐，这是我的国际高级营养师资格证书和米其林3星烹饪相关证书。在此之前，我接过17例像你这样对身材有极致追求的上流客户，全部完美瘦身。我向您保证，由我来为您搭配饮食，减肥不会有任何痛苦。你叫苏青瑜，是渔川人？是。哟，吴曼，瞧瞧，这还是你老乡呢。你吴曼姐刚来江家的时候，土得掉渣，你倒是比她洋气明显。给她安排个房间，工资你看着开吧。来吧。你就住在这里吧。这房间又小又肮脏，但有一个妙处。江家的豪宅是2座联排别墅打通在一起改造的，这是整个死角里唯一可以定位到江婷柔房间的位置。苏青瑜，别让我失望。
我和吴曼岂止是老乡，10年前我们就是同一所中学的同学。那时候的我跟洋气2字没有任何关系，10几年被当成男孩养大。吴曼是我的死对头，我们常常为了考赢对方1、2分熬个通宵，也是学校里成绩最好的2个。我们班这次第1、第2又是苏青瑜和吴曼，其他人要加油了呀！这2天我们会有几个城里来支教的老师过来，大家要听他们的话，知道了吗？但好也没用，那一年我们都被家里叫了回去。我回家做农活照顾弟弟，吴曼更惨，要被他爹送到老光棍家。你有见过这些孩子吗？我还有点激动。但是我们遇到了姐姐。月月，混到学分就走吧，别多管闲事，咱们救不了他们的。那也要试了才知道。姐姐说服了我爸妈，让我继续读书。同志，那一年他有话好说18岁，误会啊天不怕地不怕，把吴曼从她原本的命运里拉了出来。我们一起回到学校，姐姐拼命地教我们知识，我们拼命地学。可是告别，终有一日。姐姐，你真的要走了吗？我舍不得姐姐。不说那些难过的，大家一人说一个梦想，好不好？我先说我的梦想，我要当大公司的总经理，管着很多很多人。青鱼呢？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要当选美冠军，被所有人欣赏。姐姐，你不要走嘛！你的梦想是什么呀？我想当服装设计师，设计很多好看的衣服给姐姐穿。好，姐姐等着你。姐姐，你有什么梦想？我的梦想是你们能走出大山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姐姐不知道的是，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梦想，那就是好好学习，考上大学，去大城市找他。老板，来瓶汽水，快！江氏集团晚宴中，1名女大学生坠亡而死，死者已经确认身份，警方确认后初步判定为意外死亡。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勾引故乡，没想到他慌不择路摔下去了。我也想和他做朋友的，但这个梦想永远不会实现了。在离开我们山村的第6个月，姐姐死了，从江家名下的豪华酒店坠落，落在豪华的宠池里，溅起巨大的水花。那天是她的好朋友金圈小谷主江婷柔的生日。校花评选投江婷柔1票吧！同学，校花评选投江婷柔1票。同学，校花评选投江婷柔1票。校花评选投江婷柔1票吧。江大小姐是很美了，不过我不喜欢珠圆玉润这一款。月月那个身材，我一个女的看了都嘶哈嘶哈。月月的比例太完美了，属于基因彩票，别人想照着整容都整不出来。月月，你火了！
校花评选，你以10票之差赢了江婷柔。江婷柔，哎，那可是金萱小公主。安宁，我很困扰。现在我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点点，已经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。啊？咋这样？我可羡慕你了。月月，你别怕，以后我寸步不离的保护你，保准做好你的护花使者。在找所见校花评选的那个月月了，是吗？本人和照片比怎么样？太好看了，照片简直是不值一提。要是性格没那么冷就好了。哇塞，你懂什么冰山美人哎？那个月月有什么好的嘛？我们都拉了那么多票了，竟然最后一天被他给超了。没关系的呀，婷柔，没关系，外貌这方面我确实是自愧不如。江婷柔自那以后开始疯狂对月月示好，他宿舍的那些奢侈品也是江婷柔送的。江婷柔分明就是不怀好意，她用甜言蜜语硬塞礼物给月月，没想到是藏了这个目的。我不相信月月会勾引顾晓。月月，好月月，这周末就是我生日了，你来参加我的生日 party 吧。婷柔，我只是一个普通学生，我姐妹里好几个的老爹都是顶级金融机构老总，我让他们给你介绍实习机会啊。你要是不去，那就是不给我面子。好啦，我一定准时到。我一开门就看见他勾引顾晓，没想到他慌不择路摔下去了。早知道我就不上楼了，月月就不会死了。哎，真是穷生奸计，这女的估计是仗着自己长得美，一门心思的想跨越阶层。实锤了，宿舍里都是江婷柔送的奢侈品。失败还丢了命，咎由自取。心疼江婷柔，生日当天撞见这种事，会死的会死。不可能，根本不是你们说的那样，是江婷柔嫉妒月月。那些评论是你发的吧？事实是怎样的？当天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作证了啊。哦，莫不是你有千里眼，没有受邀到场都能了解情况？月月绝不是你们说的那种。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不用我们提醒你。比姐姐的最后封信更早来到我手中的是她的死讯。信语上说，她要去参加一场晚宴，如果能找到高薪实习，就接我们来城里读书。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。我无数次梦见她经过泳池，走进电梯，到达顶楼，然后葬身于此。江婷柔，我们会给你一个非常难忘的婚礼。近日，科技新库顾潇携流量小花莫雪儿出席慈善晚宴，引发广泛关注。
是霸总跟女明星的组合，爽文照进现实。别瞎说，顾总有未婚妻的。知道，我比较磕顾总和雪儿这个体型差，他未婚妻，感觉有点壮。该死的狐狸精！一群底层贱民懂什么？阿萧，你看那些无耻的贱民，他们竟敢拿我和那个下贱的戏子比！我要找律师起诉他们，让他们倾家荡产！这有什么的？人家又没死透。摇，你还有心思摇？莫雪儿，大概多少斤？目测应该在85到90斤左右。那我的目标体重就是这个。江小姐，女明星有上镜需求，所以才需要这么瘦。咱们普通人，雪儿可以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做不到你就给我滚蛋！是江小姐，我明白了，一定能做到。阿萧，顾总，你也跑步吗？你是婷柔的那个营养师吧？叫苏青云，名字很特别，是来自什么古文吗？没有那么诗情画意。我出生那年田里杂草特别多，爷爷就给取了这个名字。好多年没听人聊起田里的事了。顾潇的童年经历，我们费了一定心思才了解一二。至于他会不会上钩，你每天清晨都会在这晨跑吗？我是塑形师，自己当然要保持运动习惯。如果婷柔也愿意运动就好了。我去公司开会。我回江宅做饭。果然有人告密了。你和阿萧一起跑步了？只是偶遇，江小姐，你被开除了。江小姐，求你不要开除我，我很珍惜这份工作。不想走？可以啊。那跪下呗。原本江婷柔砸什么都不会砸顾潇的东西，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在走向失控了。江小姐，求您不要开除我，我爸妈年纪大了又多病，弟弟的学费还需要我来赚，我真的很珍惜这份工作，求小姐让我留在江宅。留在江宅，看着你的死期。不要动任何勾引阿萧的心思，否则下一次你要跪的可就不是瓷片了。青鱼的腿伤了，这几天怕是没法陪你跑步了呢，阿萧。那要不你陪我跑？怎么，我陪你每晚的双人有氧还不够吗？你啊，真是拿你没办法。阿萧，婷柔，顾总，您先去公司开会吧。好，那就交给你了。这里有我会送江小姐去医院的。江小姐现在营养不良，血糖偏低，长此以往，情绪身体会越来越糟糕，必须立刻停止节食。辛苦了，等江小姐醒来，我就告知她。顾潇呢？顾先生有重要会议，已经去公司了。医生劝小姐别再节食减肥了。什么破水平的医生？我每顿都按营养师的吩咐吃了很多，根本没节食，好不好？那估计就是累到了。江小姐再休息一会儿吧。你也是个狠人。苦肉计虽然老套，但总是有效。顾潇顶多觉得江婷柔有点过分，但他不可能为此跟自己的未婚妻翻脸。毕竟对于他们而言，我们这种人只是蝼蚁罢了。蝼蚁又怎样？吴曼，你还记得姐姐第一次给我们上课时教的那句古语吗？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
小姐，海岛酒店已经预订完成，豪华游艇、私人直升机也都安排好了。婚礼上的花全部都是从各地拍卖会拍下的珍稀品种。我的婚礼必须是全世界最盛大的。婷柔，我看了婚礼预算，你是不是花得太夸张？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婚礼，当然要办到最好。你知不知道江家现在什么情况？地产项目接连亏损，影视投资也赔了不少钱，现在现金流很紧张。这几年你的生活哪一样不是顾潇在承担？婚礼再花他这么多钱，当年他还是个什么都没有的穷小子。没有我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顾总，这是小姐让我送来的婚礼预算。他喜欢什么，就给他买。这么多！柔柔，我愿意给你最好的，但现在经济下行，所有的公司都在降本增效，我们同样面临现金流吃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许多花费是否有些不必要了？以前我想要什么，你都会给我，我现在也会给你，只是婚礼结束后，我们还有更长的未来。好吧，吴曼，那就把一些不必要的开支砍掉吧。是，小姐。江小姐，就算砍掉一些开支，这场婚礼也一定会足够令人瞩目。您现在瘦了许多，穿婚纱时不敢想象有多美。对啊，过去那些衣服码数都大了，我得重新买几件能穿的，婚纱也要是新的。小姐，我这就为您预约设计师。江小姐，欢迎。接下来，我会为您展示一件我最新的作品。这条裙子是人工手制，全球只有一条。裙摆的绣线形状以中世纪壁画为灵感，上千颗珍珠会在伦勃朗光下折射出最美的颜色，太美了。这么贵？婚礼只有一次，如果连婚纱都不能穿自己最喜欢的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就这条。好的，小姐。这裙子的码数怎么做的这么小？裙子的设计便是如此。再大会变形，其实江小姐是穿得下的，再瘦5、6斤应该就可以了。新娘们基本都是要为婚礼减肥的，婚礼之前我要再瘦5斤。任何一个医生都会劝她停下，但我又不是医生。好的，江小姐，我一定帮您实现。顾总，这一季度的财报简直是灾难，继续这样下去，公司现金流会出问题。够了！明天我给董事会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散会。顾总，您的所有黑卡都被刷爆了。阿香，你回来了。齐峰今天帮我定制了。张品荣，我今天刚刚开完1整天的会，跟股东为了难看的财报争了1整天，结果一出来，看到的就是你把所有黑卡全部刷爆。我跟你谈了这么多年恋爱，婚礼你都不肯花钱。那份维持了多年的爱情开始松动和破碎。顾潇，你别让我觉得爱错了人。而这只是个开始而已。因为新产品上线，顾潇已经连续几个星期住在公司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独处了。突然想起来我要加班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明明已经瘦下来了，他嫌弃我了。小姐，您别这样，顾总不是那个意思。以前不管我变成什么样，他都会爱我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到他哭，我心里好受多了。曾经那个躲在姐姐身后的小酷宝，真的成了服装设计师。如果姐姐还活着，大概会很高兴。
怎么会？怎么会这样？江小姐，检查结果显示您的子宫内膜很薄，长期不来生理期，是因为您的身体长期处于严重的营养不足状态。营养不足？我说过了，我每天1日3餐都很正常，我根本没有节食。1日3餐正常，不代表你有正常摄入。报告里你的铁蛋白、血红蛋白和必需脂肪酸数值已经跌入谷底，连维持卵巢最基本的微量元素都处于枯竭状态。这是极其精准的长期阻断性极端抗糖和节食才会有的数据。江小姐，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和医生撒谎。苏清雨。回江家，苏清明那人在家吗？这2天没看到，小姐。什么？快点开回去看看！让苏清雨滚出来见我！小姐，苏清雨昨天已经离开了。离开了？她去顾老太太家服侍了。顾老太太？你是说顾萧奶奶？青雨，以后去我那儿工作吧。我奶奶刚做完手术，身体一直不好，你懂药食食补，去我那里照顾她的饮食。小江他啊，就不是个过日子的。这些年奶奶一直没那么喜欢他。你说他对你有恩，要娶她，我能理解。但现在他身体检查出来有问题，可能是影响生孩子的。这些年你也成倍的报答他了，并不欠他什么。今晚说的你自己考虑一下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你慢点，奶奶。你要是听到了什么，别和他说。我只是个做饭的，做好分内事就够了。顾总放心，我肯定不会多嘴。不多嘴才怪。属于营养师苏清瑜的戏份已经演完了，接下来就由各位主人公粉墨登场，带来真正的高潮。小江现在生不了孩子，并不欠他什么，所以让你提及的时候。小姐，这是苏清瑜发给我的，我也是刚刚才看见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一个农村老太太，要不是我当初给你孙子砸钱砸人脉，你现在能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，让这么多佣人伺候你？还在顾萧面前让他别娶我，说要给顾家留后。你们顾家算个什么东西？你们配让我生孩子？告诉你，我不嫁给顾萧，他也别想娶别人。你们这种白眼狼，活该断子绝孙！你别拿你的脏手指着我！你在碰瓷吗？碰瓷别碰到我头上！快打小二你啊！Lucy， 老太太出事了。顾总，刚刚江小姐冲进了老太太家，激动之下打了老太太一耳光，老太太晕过去了，正在抢救。去医院。阿萧，我什么也没做，他是自己。你凶我？我为什么要闭嘴？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做呀！你为什么向着你妈，不向着我？咱俩谈恋爱的时候，你明明说以后要保护好我。顾总，之前老太太为了照顾她养的2只猫，给客厅装了监控。不是，情况
是这样的，阿香，你听我说。据说，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表现，就是听她说话。婚约延期吧。不爱一个人的表现，就是让她闭嘴。什么？顾潇和江婷柔婚约延期了？我就说他俩走不长吧。顾总和莫雪儿的 CP 粉今天过年了吧？哇吼！女字快冲！江总，之前我们愿意等，是看在顾潇的面子上。现在人家连婚约都推迟了，你们江家拿什么担保？只是小两口闹别扭，婚约推迟不代表……江总，我直说了，如果1周内顾潇不出面发声明，我们只能启动资产保全程序。阿潇不可能跟我分手的，他不可能的。小江毕竟对你有恩，这件事你也别太怪他。但现在我身体不好，念想就是看着咱老顾家有后，你别让我死不瞑目好吗？我知道了。现在怎么办？顾潇对江婷柔的感情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深，分手他就是不肯。你觉得顾潇是什么人？城府深，冷静，理智。这种人影响他决策的一定不是感情。你是说，江婷柔手里有他的把柄？江小姐，情侣闹矛盾是常事，只要见面说开就行了。我当然知道，但是阿潇现在根本不见我，我打他电话他也不接。我和顾总的助理 Lucy 有些交情，刚刚向他求过情，他说可以帮忙带话给顾总。真的？那他什么时候？小姐好好的想想要对顾总说什么。总之一定要是顾总听了会立刻过来的，不然的话，据说今晚莫雪儿向顾总发出了约会的邀请，顾总打算赴约呢。莫雪儿，她算什么东西？你帮我跟 Lucy 说，只带2个字给顾潇就行。顾总，吴管家托我带一句话给您。说。其实是江小姐让我带2个字给您。备车，去医院。阿潇，你来了。通知公关部，明天上午10点在医院门口开一个简短的媒体见面会。顾先生，你推迟原因是因为顾先生，请问你推迟婚期是因为莫雪儿吗？我一直爱婷柔，推迟婚期只是工作上的安排。她是我此生认定的妻子。我会给她一个最盛大的婚礼。我就知道，阿潇不会不要我的。阿潇，你每天都要来看我，不许见别的女孩子。好。顾总，美国分公司刚刚传来紧急消息，员工发生了大规模暴动，需要您亲自出面处理。暴动？什么情况？
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，但事态比较紧急，最早的航班在2小时后起飞。你安排吧。江小姐昨晚服了药，应该还在睡。到国外再联系他。他人呢？怎么打不通？我刚给 Lucy 打了电话，她说顾总现在在美国。他去美国干什么 ？Lucy 不肯告诉我。什么意思？现在生着病，他去美国陪莫雪儿，顾晓是疯了吗？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可什么都没有。莫雪儿呢？他要是没钱，莫雪儿怎么会喜欢他？他的创业资金是我给的，他的钱都是我帮他赚到的，他怎么敢抛下我？别生气了，小姐。滚！他怎么敢抛下我？不是说有暴动吗？怎么是发布会？我们想给顾总一个 surprise。新产品提前上线了，我们邀请媒体做了一个发布会，想让顾总来做测试产品的第一个人。新产品是一款针对异国恋情侣的实时视频软件，有各种可爱的互动功能。刚好顾总和江小姐现在就是异国，不如顾总现场连线江小姐，展示一下这些功能吧。好。顾总刚打了电话过来，顾总说他要和您分手。说什么？顾总说，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他打算将一切都忘记。他打算忘记？他凭什么忘记？我为他做了这么多，他现在一句话就想一笔勾销。哦，顾总的电话又来了，我自己接。喂，阿笑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给了你钱，给了你人脉，只要核心算法，我就帮你处理了月月。阿笑，我其实后来好多年都会梦到月月那张带血的脸，但为了你，我从来没后悔过。此刻，有很多女孩子站在不同的地方，有人近身折服，有人暗自布局，有人用浪漫做伪装，有人藏于繁华喧嚣之后。我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参与着这场跨越大洋的闹剧。江婷柔在说什么？月月是谁？5年前校花坠楼的新闻你们没看过吗？月月就是那个死了的校花。刚刚江婷柔还说核心算法，那是什么？顾骁研发的 OR4算法，当初他就是靠这个得到了业界的认可，成功进行了第1轮融资。等下，我好像发现了盲点，月月就是计算机系的。那有没有可能，这个算法的研发者不是顾骁，而是月月？5年前，顾骁和姐姐都是计算机系的高材生。姐姐坠楼的1年后，顾骁以 OR4算法闻名于世，被称为天才少年。当初我们在姐姐去世之后，立刻锁定了江婷柔，忽视了顾骁，是因为彼时没有发现他有害死姐姐的动机。但现在看来，那个算法或许就是顾骁的动机。之前青鱼的想法现在得到了验证，江婷柔手里的确有顾骁的把柄，而这个把柄就是姐姐。我们之前的推断存在重大误区，
我们认为是江庭柔阴度杀了姐姐，而一直忽略了顾潇。从短短的几次接触来看，顾潇这个人冷静理智，城府非常深。我并不认为他爱任何女人，或者说他的爱一定都是有目的的。是的，也许顾潇才是主谋，江庭柔只是从犯。顾总能不能解释一下通话的内容？能解释一下通话的内容？和几年前的月月自杀案有关吗？顾总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同志，故事编得很精彩，但是5年前的事，案子早就结了。我不知道你们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。代码也是我自己写的，我没有杀人。顾潇，别装了，你的同伙已经招供了。警官，不要用这招诈我，我没有做任何事儿，哪来的同伙？没有诈你。江庭柔躁郁症很严重，我们只跟他说顾潇招了，他心态就崩了。那天晚上的事儿他全说了。庭柔，是月月，是他想勾引我。我喝了酒没力气反抗，一时糊涂才拿花瓶砸了他。你帮帮我，一定要帮我！如果月月活下来，他肯定会对我泼脏水，那我这辈子就全毁了，我再也配不上你了。顾潇，我帮他弄坏了酒店监控，我和他合力把人扔下去的，他为什么要害我？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未婚妻精神不稳定很久了，说的都是疯话，你们没有证据。你以为你把当年的作案凶器清理得很干净，但你算漏了。你很清楚你想要什么样的女人来帮你走上高位，但你偏偏不清楚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江庭柔的，江庭柔她是个无可救药的恋爱脑。苏小姐，这是江小姐和顾总的恋爱博物馆，凡是进江家门的人都要见证这段完美的爱情。继续。这是江小姐第一次见顾总时穿的衣服，那天顾先生对江小姐一见钟情。这是顾先生在大学时期帮江小姐记的课堂笔记。这是他们2人的毕业合影，象征顾先生对江小姐的承诺。但当时只有一样东西，一枚古董花瓶的碎瓷片，我们没有看出有何含义。但现在我们知道。喂，我要举报顾潇涉嫌5年前的一起谋杀案，物证就在江宅地下室。江庭柔是傻的，他竟然将这种致命的东西存在展览馆里。江庭柔也很聪明，他多年如一日地保留着这枚瓷片，有朝一日顾潇变心，他可以凭着这个东西逼婚。可惜流传千年的瓷釉也会被蝼蚁啃食，他们的爱情碎裂了。这枚瓷片为他说的话提供了物证，成了捅向顾潇的最后一把刀。来的人是谁？雪儿，你们竟然来看我了，Lucy，我知道你最忠心，我的保险柜里有。顾潇，你可算要死了！看到你这张脸我就想吐。不陌生吧？你亲手杀死的人。不过当年的真相倒是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。不可能！你们怎么会认识？你们是谁？一群被你毁掉梦想的人。我们的梦想就是去大城市找他，告诉他是他改变了我们的人生。但你们杀了他。从那天起，为他复仇是我们誓要完成的任务。
生来在罗马的幸运儿往下看过吗？我们无非是每日为了一粒米，忙忙碌碌的小蚂蚁，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我们未有一刻忘记。终于，我们实现了这个梦想。